神香乳粉收尾，两个有意义的惊喜和一个惊喜。该剧由杨紫、程毅主演，自开播以来一直位居排行榜榜首，成为当下最火爆的影视作品之一。然而，好事并不总是发生。短短的时间，这部剧就完美收官了。在最后几集中，既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悲剧，也有令人愉快的故事情节。总而言之，大结局留下了两个难受和一个惊喜。这些的详细情况如下所示：江辰和燕探唐周被之死。江辰是昙花一现，自古都说昙花一现，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。因此，从江辰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江辰的悲惨下场就已经注定。而且，玉墨借给江辰眼睛的时候，说眼睛是一把双刃剑，可以增加裴洛的寿命，也助长了他的贪婪。他刻意强调，永远不要让裴洛被允许练习艺术。然而，江辰没能克制住裴洛，而裴洛也因为一眼和日光灯的双重影响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裴洛虽然因为反噬而死是该死的，但江辰这个善良单纯的人却不该死。如果不是裴洛对道的执着，如果不是日光灯强迫人，江辰和裴洛本可以过上一段幸福的生活，不是吗？除了江辰悲惨的结局，燕探唐周这对堂兄的结局也着实让人难以接受。燕探一直在催着唐周服用记忆恢复丹，但唐周怕一旦恢复记忆就要和燕探分道扬镳，所以一直坚持着。但让唐周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梦中出现的仙子竟然是他心爱的燕探。无论他是否恢复记忆，燕探只要一想起往事，就会让他们的关系变好。还没有正式开始的，转眼间就结束了。毫无疑问，无论是唐周的前世，还是燕探的前世，他们都太过死板，不知道如何退后一步。要是唐周或者燕探都特意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结局会比现在好很多，不是吗？不过不要太难过，虽然沉香如碎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沉香种花还没有。我想今天的一些遗憾将在第二部分得到满足。生活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，只要活着，就注定会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所以要快乐的活着，就得学会取笑苦涩。虽然唐周和燕探在碎屑香的结局中分道扬镳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不是吗？更何况最后还有一幕赏心悦目的一幕，也就是纠缠了唐周、应援氏这么久的荧光灯终于下线了。它是那种会化为乌有的东西，甚至不是面包屑。在第36集看到荧光灯死而复生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又要出来恶心人了。可现实是，他还没来得及继续在三界闹事，就被燕探利用楚墨一举毁掉了。不得不说，燕探对楚墨的契合度真的很高，说不定以后楚墨会成为他的专属法宝，毕竟闲暇时可以用它来写戏。02，就算我受了100万刀的委屈，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你。燕探什么时候原谅了应援？由杨紫、程毅、孟子怡、张睿领衔主演的古风神仙爱情剧《沉香如粉》正在热播中。该剧继续以古装言情为特色，以璎珞帝与燕探的爱情为主题，讲述仙魔争霸的故事。该系列的第一部分，燕探和应远在仙界相爱。仙魔大战中，应远重伤，双尾蛇化身玄香邪神身上散发出的火毒刺穿了他的双眼，随后双目失明。应援将自己囚禁起来，是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变成恶魔。燕探无意中发现了应援，不遗余力地帮助他，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。燕探用半颗睡莲的心胃药治疗了应远的眼睛，两人约定睁开眼就能第一眼见到燕探。应远睁眼的时候，燕探因为受到了天父的惩罚，刚刚离开，而他的妹妹知邪就站在他面前。应援，他误会知邪治愈了他，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所以他对他照顾得很好，他们关系更亲密了。燕探和应远的关系因为应远的挑衅和知悉的怂恿而愈演愈烈，但燕探对应远的爱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于他在望夜河中漂泊了800年，仍然无法忘记应远，重生了。900年内，若燕探出不了望夜河，他的魂魄就会4分5裂。最后，应援得知消息后，在还有3天的时间里，强行闯入夜王川，
用法力将燕丹的记忆封存在仙界，让他转世到人界，成为莲花妖。因为这段经历，应元也知道燕丹爱他有多深，同时也知道自己对燕丹的伤害有多大。为了弥补愧疚，在凡间保护燕丹，同时也为了调查仙魔之争的真相，应元下到凡间，成为唐周，一个猎魔人。燕丹和唐周在人世间相遇后，他们在人世间游历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同时，他们在仙界的记忆也逐渐恢复了。最后，两人找到了遗失在人间的4件神器，修复了应元的仙衣，并得以再次升入仙界。同时，两人还追查到仙魔大战的幕后黑手是桓秦帝。回到仙界后，应元的身份和记忆都得到了恢复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也会像唐周和燕丹一样，保留自己所经历的坎坷。此后，应元毫无顾忌，公开表示对燕丹的喜爱。两人不仅在一起练功，而且吃住都在一起，还让卫兵守在门口，不让别人打扰他们。正当应元和燕丹做好充分准备，打算揭穿桓钦假扮皇帝，挑起仙魔大战的真相时，他们不知道桃子其是桓钦派来的卧底。万通污蔑应元是罪魁祸首，勾结妖族杀害3皇。桓钦还透露了应元修罗族的身份。因为桓钦事先在应元和燕丹身边设下了屏障，应元和燕丹无奈而又无助。天下最残酷的刑罚，一共有81种灾祸刑罚。看着应元在劫难下伤痕累累的身体，燕丹明白，这都是为了保护他。以他自己的力量，应元完全可以保护自己或逃跑，但为了燕丹的利益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即使在被折磨的时候，应元还是对燕丹说：“当年你为了救我，把自己的心挖了出来。当你被雷电折磨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人；现在，当我被折磨的时候，你还在我身边。毕竟，我对不起你。纵使受尽委屈，千刀万剐，心中唯有你。”面对应元的深情告白，此时的燕丹才彻底放下了对应元的误解，原谅了应元。面对最后最大的劫难，燕丹勇敢地踏上了惩罚的平台，愿意和应元一起承受，愿意一起死去。应元体内的灵魂之剑在最后一次灾难降临时飞出，帮助应元挡住了最强大的灾难，然后灵魂飞走。在最后时刻，当桓钦帝痛苦地攻击应元和燕丹时，燕丹的妹妹芷溪赶到，独自一人与桓钦帝作战。在适当的时候，在雨墨等人的帮助下，应元和燕丹得救了，为后来推翻桓钦帝的统治默默地积蓄力量。03，肖战的新剧又和李沁合作了，高颜值 CP， 网友们不追太可惜了。我梦中的海由傅宁执导，徐冰、周鹤阳编剧，杨晓培监制，肖战、李沁主演，刘瑞麟、曹斐然、赵鑫、崔航、张凌新、鲁诺主演的青春励志情感剧。该剧讲述了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下，一群北京青年怀揣着各种梦想，书写着不同的坎坷，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中下一代人的生活缩影。电视剧《梦中的海》已于6月完成，如果上映，估计要等到今年年底或明年。肖战，1991年10月5日出生在重庆，中国大陆演员、歌手。2015年参加浙江卫视的《燃烧吧，少年》。出道后，肖战一直不温不火。直到2019年电视剧《陈庆龄》的热播让肖战开始走红。虽然肖战以歌唱选秀出道，但肖战慢慢将重心转移到了表演上，成为了一名演员。肖战出道以来也演过不少戏，其中《陈情令》《王牌部队余生》请多指教得到了网友的广泛好评。每一部剧中，肖战的演技也都有肉眼可见的提升。虽然不如实力和老戏骨，但未来可期。肖战敢于吃苦，敢于锤炼，再加上实力一流，粉丝号召力极强，《梦中的海》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爆红的。李沁，1990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八城镇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李沁面容清秀，五官精致，天生丽质。李沁的代表作有《红楼梦》《庆余年》《楚乔传》《白鹿原》等，她饰演的每个角色性格特点鲜明，辨识度很高。李沁的演技应该算是走在了90后小花的前列。她
他对角色的把握非常精准，能够很好的表达角色的喜怒哀乐、无奈和悲伤，让观众非常身临其境。这应该是肖战和李沁的第5次合作了，不过之前的合作并没有太多的重叠，而且各有各的剧情线。两人只在《狼殿下》里有过较量，就是肖战的男二季重申爱上了李沁的女主角马摘星，但他做不到。我梦中的海应该算是肖战和李沁男女主角真正的对手戏。两人之前合作过好几部戏，应该有默契吧？这次两人在这部戏里会产生怎样的火花？你期待吗？